大家都以为英伟达用 GPU 统治了 AI 时代，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黄仁勋正在被另一个行业反向牵制，那就是 EDA 电子设计自动化。他甚至宣称 EDA 也许是下一个风口，而全球的 EDA 市场长期被3巨头垄断，其中有一家公司手握100亿美元的在手订单，毛利率常年维持在 80% 左右，拥有全科技板块最深的护城河，没有人愿意为了省钱而放弃与他合作。当芯片越做越复杂，自研芯片的大厂越来越多，这家卖水人的印钞机就越赚越快。所以本期视频我们不讲故事，只拆逻辑，带你看清这家公司的秘密底牌。看完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会认为它是2026必爆发的公司之一。嗨，朋友们，欢迎来到 Ruby 投资笔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Ruby。今天我们要拆解的公司就是 SNPS 西斯科技。过去呢，大家认为 EDA 只是画电路图的软件，但当芯片进化到2纳米 A14 制程以及多芯片堆叠切片类的新历时代，芯片设计的难点就已经开始发生转移，从逻辑设计变成了物理限制，比如散热、功耗、电磁干扰以及多芯片堆叠之后产生的各种复杂反应等等。也就是说，未来决定一颗芯片能否顺利落地的不再只是电路设计能力，更取决于能否在研发早期把这些物理问题提前解决掉。西斯科技过去几年最重要的一个布局，其实就是瞄准了这个方向。它通过收购 ISYS 补上了自己在物理仿真领域最关键的一块能力。那 ISYS 它本身就是全球物理仿真领域的龙头企业，那因此这笔收购的意义并不只是扩大的产品线，而是让西斯科技有机会把设计和仿真真正打通。随着双方的整合不断推进， EDA 设计工具与物理仿真能力开始融合到同一个体系之中。市场最近频繁提到的 Multi-Physics Fusion 就是这种融合最典型的体现。简单来说，就是把芯片设计和物理仿真放到同一个平台同步进行。以前工程师设计完成之后需要不断的测试、不断的修改，再重新验证，很多问题往往到了后期才会暴露出来。现在不少潜在的风险在设计阶段就能够被提前发现，并且直接完成优化。根据公司最新披露的数据，在部分的场景下，设计收敛的速度最高可以提升接近3倍。那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更值得关注的趋势：未来英伟达、AMD、苹果这些公司设计的芯片只会越来越复杂，堆叠的层数也会越来越高。每增加一层结构带来的物理复杂度都不是线性增长，而是成倍放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客户对于一体化设计平台的依赖自然会越来越强，因为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设计问题，而是整个研发流程中的效率和风险问题。所以客户购买的表面上是一套软件工具，他实际上购买的是缩短研发周期、降低流片风险的能力。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西斯科技身上。过去它出售的是设计工具，随着设计、仿真和验证能力不断融合，它提供的价值正在向更高层级延伸。未来的西斯科技更像是在提供一套完整的芯片研发基础设施。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它未来能够创造的价值以及客单价继续提升的空间，可能还远没有到这个天花板。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支撑它核心逻辑的护城河。很多人把 EDA 比作成 Office 软件，认为只要有替代品就能够切换，这是对于半导体的严重误解。西斯科技的护城河不是功能好用，而是整个行业根本不敢承担更换工具带来的风险。先说第一道护城河 CNF， 也是业内常说的铅核。大家要知道，先进制程的流片本质上就是一场成本极高的赌博。现在一颗3纳米的芯片从设计到流片投入往往是几千万美元，如果最终失败，损失的不只是钱，更大的代价是时间。因为重新设计、重新验证、重新流片，往往意味着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延误。在竞争激烈的芯片行业里，错过一个产品的周期，后果有时候会比亏钱更严重。所以晶圆厂在接收设计文件之前，通常都会要求客户完成严格的物理验证，而负责这一步验证的工具，很多时候就是西斯科技。久而久之，它逐渐变成了整个行业默认的黄金标准。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工程师选择西斯科技，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它功能最先进，而是因为它最安全。如果用了行业标准的工具，项目出了问题，大家会认为这是技术挑战。可如果为了节省成本，改用了一套未经过充分验证的新工具，最后导致了流片失败，那么责任就会直接落到项目负责人身上。在芯片行业，没有人会因为购买西斯科技而被开除，但确实有人会因为不用西斯科技而承担巨大的风险。这就是它的第一道护城河。那第二道护城河是来自晶圆厂。
很多人以为 EDA 软件是独立运行的，实际上并不是。每一套 EDA 的背后都必须依赖晶圆厂提供的大量底层工艺参数，这些数据决定了晶体管怎么设计，良率怎么设计，寄生效应怎么评估。而更关键的地方在于，新思科技接触这些数据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其他人。当台积电开始研发下一代工业节点的时候，双方的工程师就已经开始合作，很多底层模型和设计规则会提前2-3年共同开发和反复验证。等到未来某个先进工艺正式量产的时候，新思科技的工具往往已经经历了无数轮的优化，很多潜在的问题也早在实验阶段就被解决掉了。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先发优势，因为后来者即便拥有足够的资金，也很难追回失去的时间。他们缺的不是工程师，而是那几年共同研发、共同验证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数据。所以 EDA 行业最难复制的地方，并不是软件代码本身，而是它和晶圆厂、芯片设计公司之间经过几十年磨合形成的生态体系。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全球 EDA 的市场依然牢牢掌握在少数几家巨头手里。那如果说前面2道护城河解决的是行业标准和生态绑定的问题，那第3道护城河则关系到的新思科技未来10年的成长空间。它正在从一家 EDA 工具公司逐渐升级成覆盖整个芯片研发流程的平台型公司。很多投资者把 Ansys 收购案看作一次普通的并购，但这背后反映的是新思科技战略方向的变化。过去公司主要解决的是芯片设计问题，收购 Ansys 之后，又进一步覆盖了散热、电磁和材料应力等物理仿真环节，越来越多的研发步骤被纳入同一平台。新思科技也从单点工具提供商向系统级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而与此同时，公司还在推进另一项更值得关注的布局，利用 Agentic AI 重构芯片设计流程。过去客户购买了半导体 IP 之后，仍然需要大量的工程师完成适配、迁移和验证。每一次工业升级或者是平台迁移，都伴随着大量重复性的工作。新思科技希望通过 A7 的 Engineer 平台改变这一模式，未来工程师只需要定义目标和约束条件， AI 便能够自动生成部分设计方案，完成验证，并持续优化迭代。在跨工艺节点迁移等复杂场景中，原本需要数月的工程周期有望被大幅缩短。对于芯片公司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节省成本，更意味着更快的产品上市速度。而在先进制程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时间本身就是最大的竞争优势。为什么新思科技是最有机会实现这一目标的呢？是因为它同时拥有了 EDA 工具、验证环境和庞大的 IP 资产，掌握着芯片研发过程中最核心的数据、工具和工作流。它不仅知道芯片如何被设计出来，也知道如何完成验证并最终量产。如果说收购 Ansys 是物理世界扩展边界，那么 Agentic AI 则是在数字世界深入研发流程。两者结合后，新思科技销售的不再只是 EDA 的软件，而是一套覆盖了设计、验证、仿真和优化的完整研发平台。客户购买的不只是工具，而是研发效率。这也意味着公司未来的价值来源将不再局限于传统软件授权，而是有机会获得更强的客户绑定和更大的商业化空间。这或许正是市场尚未完全定价的部分。那讲完了它的核心逻辑和护城河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新思科技的财务表现为什么一直比很多半导体公司更稳定。如果你去看芯片行业，会发现不少公司的业绩波动都很大，新思科技不太一样。因为它的客户买的不是芯片，而是研发芯片时每天都要使用到的软件工具，这让它拥有了极强的收入可预测性。根据公司最新的财报，截至目前，新思科技手上的未履约订单规模已经达到110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呢？作为对比，公司最新上调后的2026财年的收入指引的中位数大约是96亿美元，也就是说，仅仅已经签下但是尚未确认成收入的订单规模，就已经超过了公司未来一整年的营收水平。这也是为什么新思科技的业绩波动远小于很多半导体企业。即便消费电子市场低迷，即便晶圆厂的稼动率出现波动，芯片设计公司依然需要持续投入下一代产品的研发，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停止研发往往意味着失去未来的竞争资格。而只要研发还在继续， EDA 的软件就必须持续付费，这也是新思科技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不过如果你去进一步看它的财报，可能会发现一个有些矛盾的现象，新思科技这一季的概不净利润只有1710万美元，同比下降超过95%。
很多投资者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业绩暴雷，但是市场显然没有这么认为，原因就在于这部分的利润下滑更多的是来自会计处理，而不是业务恶化。最大的影响其实是安内斯并购之后的无形资产摊销，仅这一项本季度的支出就达到了4亿美元以上。此外呢，还有超过2亿美元的股权激励支出，以及超过1亿美元的重组费用。这些项目都会压低 GAAP 的利润，却不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核心经营能力和现金创造能力。如果把这些因素剔除掉，新思科技本季度的 non-GAAP 的净利润是达到了6.44亿美元，对应的 non-GAAP 的每股收益是3.35美元，明显高于市场预期的3.15美元。同时 non-GAAP 的运营利润率更是达到了 39.5%， 这也是为什么管理层在财报发布后选择再次上调全年盈利指引的原因。真正的经营状况远比我们看到的表面数字更强。那既然需求稳定，盈利能力也没有出现问题，那么增长究竟是来自哪里呢？拆开这 22.8亿美元的季度收入，可以看到2个核心驱动力。第一个呢是设计自动化业务，也就是 EDA 加上安内斯的物理仿真业务。这一部分是贡献了 18.2亿美元的收入，其中增长最明显的并不是传统的设计工具，而是硬件辅助验证平台。原因呢，其实和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AI 芯片越来越复杂，流片失败的代价就越来越高，客户必须在正式投产之前完成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验证工作。那芯片越复杂的话，新思科技的验证工具就越重要。第二个增长引擎是来自 Design IP 业务，这一季度是贡献了 4.54亿美元的收入，虽然同比略有下降，但是相比上一季度已经开始明显回升。管理层此前提到的 IP 业务的周期底部基本上已经得到了验证。与此同时呢，公司正在逐步淡化传统处理器 IP 业务，把更多的资源集中到高速结果 IP 等利润率更高的领域。那除了收入和利润之外，还有一个指标进一步验证了公司的经营质量，那就是现金流。因为对于一家软件公司来说，现金流往往比利润更重要。新思科技最新给出的2026全年的自由现金流指引是接近20亿美元，以不到100亿美元的收入规模计算的话，它的自由现金流率是超过了 20%， 这已经属于非常优秀的水平。这样的现金创造能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长期资本的关注，其中包括了基金投资机构 Elliott， 他们不仅建立了大规模的持仓，还推动了公司董事会引入自己的代表。Elliott 看中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在他们看来，新思科技最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行业的地位已经确立，安内斯的并购已经完成，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释放协同效应，提高运营效率，把利润率进一步推高。而新思科技最近启动的重组计划以及 2.5 亿美元的加速回购计划，本质上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推进。所以如果把整份财报浓缩成一句话来表达的话，就是新思科技现在已经不是一家需要证明需求是否存在的公司，市场正在关注的是它能否把已经建立起来的行业垄断地位进一步转化为更高的利润率和更强的现金流。接下来我们就来把整个公司的逻辑拆解落地到实打实的数据上，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估值。很多普通投资者一看到新思科技的表面市盈率112倍的 PE 就会被吓跑，但这恰恰是专业投资者眼中的绝佳机会。因为新思科技的高估值是我们刚才说的安内斯收购案产生了一个负面影响。如果按照公司最新上调后的2026财年的盈利指引计算，目前市场给予新思科技的远期市盈率大约是在36倍左右。那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数字也不便宜，但如果你把它放回到公司的基本面背景里去看，就会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新思科技拥有接近 80% 的毛利率，超过 40% 的运营利润率，超过100亿美元的在手订单，同时还牢牢占据着全球 EDA 行业最核心的位置。对于这样一家拥有极强行业壁垒和长期增长能力的公司来说，36倍左右的远期市盈率其实已经回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市场预期新思科技未来几年的盈利增长依然非常稳定，并且随着盈利的持续增长，公司的估值倍数正在逐年的下降。换句话说，只要公司能够兑现增长预期，时间本身就在帮助投资者消化估值。如果在横向对比同行，这个情况会更加明显一点。Cadence 作为新思科技最直接的竞争对手，目前市场给予的估值倍数明显会更高，无论是远期市盈率还是 PEG 的指标， Cadence 都处于一个更贵的位置。而新思科技的增长预期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落后，这也意味着市场对于新思科技的定价实际上比很多投资者想象的更加的克制。那克制就意味着未来拥有更大的机会。那当然，这并不代表风险并不存在。
对于新思科技来说，未来几年最大的观察点已经不是它的行业地位，因为 EDA 行业的竞争格局已经基本上确定，就是一个3巨头垄断的局面。真正需要验证的是管理层能否持续兑现增长承诺，能否把现有的行业优势继续转化成更高的收入、更高的利润率以及更强的现金流。如果这些目标能够顺利推进，客户的价值持续提升，那么今天的估值未必昂贵。那反过来，如果增长开始放缓，那么再好的商业模式也会面临估值压缩。所以站在当前的时间点来看，新思科技的矛盾已经不再是行业地位，而是 Annis 收购所承诺的战略价值最终能否兑现在利润表上。这也是未来几年最值得跟踪的一个投资变量，包括它下一季度的财报发布，这也是我们需要一个重点观察的指标。那看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如果是你的话，会愿意为这样一家 EDA 龙头支付36倍的远期市盈率吗？大家可以踊跃发言。那同时，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欢迎点赞订阅 Ruby 投资笔记，并打开小铃铛，不错过下一期精彩视频。我是 Ruby，咱们一期一会，下期再见，拜。